哇，来了一群小剥皮啊！这一群在一起应该有个5、6条的吧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拿的彪哥，现在是准备过去拉我们这趟外海捕鱼的第2个网啊。第2个网依然还是小网啊，而且离第1个网的位置也不是很远啊。怎么感觉还是有点小风浪过来了啊？但是现在风浪也不算大，没有前几次外海遇到的风浪那么大。最近的外海一到晚上天气就开始变了。明明天气预报说晚上没有风浪啊，但是一到晚上就风浪过来了。先来2条小剥皮鱼啊，每一个网的第1条鱼货必定是小剥皮鱼的，连续的有小剥皮鱼过来哦。这一条是纳哥鱼，也叫做狗母鱼。最近的天气一到晚上气温也是明显的下降了一些，可能也是因为气温下降，所以天气就不是那么稳定吧，所以天气预报也就不是那么准了。但是问题不大，这一点风浪对我们来说也应该算没有什么影响的吧，有点小风小浪其实也算是比较正常的。毕竟是初秋的天气啊，所以天气始终还是会有点小风浪过来的，没有那么稳定的。对我们来说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影响了。加鲫鱼，加鲫鱼，那个八爪还咬了一条加鲫鱼，咬完还想跑哦。既然你咬了，还想跑哪里去呀？本是一条加鲫鱼，却捕获一个八爪鱼，所以说最近的八爪鱼放浪成灾还是有可能的。我们上一次用笼子就捕获了500来斤的八爪鱼了，而这种渔网的话，八爪鱼是很容易一下就钻过去的，所以八爪鱼即使吃了你的鱼货，也很容易就会跑掉的。连这种渔网偶尔都能捕到几个八爪鱼上来啊，更何况是那种笼子呢？毕竟那种笼子可是专门捕八爪鱼的呢。要不然怎么叫渔网啊，而不是叫八爪鱼网？渔网就是为了捕多一些这种海鱼啊，还有一种叫做墨鱼网，就是为了捕多一些墨鱼，还有螃蟹网、龙虾网什么的。而我们这种网正规一点应该是叫做流刺网啊。我们也是试过很多种网啊，最后证明这种网还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个海域的，其他网的效果不是很好，包括一些网比较高的渔网都是不适合的。用了很多年，最后证明这种网还是最适合不过的了。但是别的海域就不一定适用啊，因为每个海域的特点又不一样，而且每个海域特产的渔获也是不一样的。哇，拉上来这束海花这么大块，感觉现在初秋的天气有点凉意啊，下次要带点厚点的衣服过来才行了，要不然一到晚上还是比较凉的。别是一有风浪吹过来，整个人凉飕飕的。这一会上来的小剥皮比较多，看来小剥皮的旺季也还没有过去。虽然天气是渐凉了啊，但是小剥皮依然还是坚挺着呢。这些小剥皮等回去的时候也留几条带回去，好留着等过节才吃吧。毕竟节假日一到啊，肯定海鲜的价格也是会疯狂的涨价，每年都是这样子的。自己捕的总比去外面买高价的好吧。这样子来算，这一次回去卖小剥皮，鱼排肯定也是会涨价一些的，至少都要65了吧。而且65也只能说是恢复了原来的价格而已啊，也不能说是涨价，只能说是恢复价格。毕竟也是被降价了一波啊，一直都是降到了58块钱、60块钱这样子呢。毕竟节假日过来了，肯定也是要涨价的。而且也不只是小剥皮涨价，基本是海鲜都会涨价一些的，特别是那些比较值钱的鱼货，比如大黄鱼啊、海红斑之类的，还有龙虾、大山招之类都会涨价。越值钱的东西它涨的价格就越高，比如大黄鱼啊，1斤以上的黄鱼一涨价就是好几百的涨了，更不用说那些2斤3斤的大黄鱼了。海红斑一涨也是200、300块钱，龙虾就相对没有涨得那么快，都是几十块钱、100块钱左右。但是龙虾最近的价格也是偏高，就让我们这一次捕多几只龙虾，再来几条这个海红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梦想是要有的啊，万一实现了呢？来几只龙虾跟大红斑并不是不可能的事。难道这个时候不是应该过来打我的脸了吗？确实是理想很美好。然后下一句又是什么呢？
最近的泥猛鱼数量也是开始增多了，而且现在的泥猛鱼感觉有点肥了。看来吃泥猛鱼的旺季也是差不多快到了，估计还要再等一会儿吧。等到天气开始冷了，泥猛鱼数量就会开始增多，价格也会降低一些的。现在的价格还是属于正常价，我估计还是要等它降低一点再吃比较好。而且那个时候数量一多，泥猛鱼也是比较肥，而且大条。现在就入手几条小剥皮，应该就会好一些。还有海鲤鱼跟英歌鱼，鲷科类的季节也快到了。真鲷啊、黄鲷啊、黑鲷啊，现在的季节也是开始肥起来了。上次蒸了一条真鲷去吃，还是挺肥的，满肚子都是油啊。下次能捕到黑鲷的时候，也带一条回家吃。好像放网的黄鲷就比较少遇到啊，但是还是有的。这条海鲤鱼还是挺肥的哦，毕竟现在海鲤的旺季还没有完全过去啊，肥度还是适中的。海鲤的肉质并不柴，很细腻，而且还是挺香的，肉是呈这个蒜瓣肉的。而且海鲤也都是野生的，没有养殖，所以也不用怕吃到什么养殖的鱼货。小剥皮也是啊，基本也全都是野生的了。毕竟数量体系这么庞大啊，也不需要养殖就有了吧。这一会儿来的其他鱼货倒是挺多的啊，泥猛鱼、海鲤鱼的。这两种鱼货都是挺肥的哦。这一个网捕到的家鲫相对就少很多了，估计是季节过去了。今年的小剥皮也是属于比较丰收的。从数量上来看，今年的小剥皮要比去年跟前年要多很多，价格上来看就跟去年跟前年是差不多的。去年的这个时候小剥皮已经没有这么多了，但是今年的这个时候小剥皮依然还是挺多的，不知道是气候的问题，还真的是这个季节的问题。或许今年也就是不一样，这样子也好给我们多赚一点钱吧。也要感谢一下大海的馈赠啊，辛苦的劳动付出也算是有收获的。对于一个渔民来说，这样子就算是最好的了。你看，最近的小剥皮就要比前一段时间要肥一些，整个肚子都是圆鼓鼓的。数量虽然没有前一段时间那么多，一上一两条而已，但是相对这个季节来说已经算是很好的了。但是奇了怪，最近的真鲷应该会比较多，怎么没有捕到呢？最近的真鲷、黑鲷之类的应该会数量比较多一些啊，然后黑毛什么的会慢慢的回游过来的。刚说完啊，立马就来了一条真鲷了。还以为是一条真鲷，原来还是一条家鲫鱼，而且是一条大条的家鲫鱼啊，这么大条还是比较少的。我去，这一个网破了这么大一个洞，这一个网要带回去修补一下才行了。哇，来了一群小剥皮啊，这一群在一起应该有个5、6条的吧。没想到现在还有小剥皮的鱼群过来，这真的是好消息呀！好像最近的几次海也都没有遇到这种小剥皮的鱼群了吧？最多的也就是3、4条一起来而已呢。看来这一趟外海捕鱼也是要小剥皮丰收了，这种好消息要多来几次才行。也要先把这一堆小剥皮先给解出来啊，然后再继续拉网吧。这一个网捕到的小剥皮还是比较多的，10斤左右应该有的吧，而且差不多这个网也是要接近尾声了。这一个网总共加在一起就30片渔网而已，30片的渔网也就是1500米而已啊，跟第一个网一样也是1500米。后面2个网一个是有30几片渔网，而到大网的时候应该也就是20几片的大网而已啊，数量就不多。这一条小剥皮倒还是挺大条的，而且肚子圆鼓鼓的，肯定也是挺肥的咯。网越拉越轻了，应该也就剩下这一小片的渔网而已了吧。这一个网一样也是没有特别值钱的渔获过来，海红斑都跑哪里去了呀？还有龙虾跟大山刀呢，虽然渔获是比较多的，
但是关键一条值钱的鱼货就能顶好几十斤这些鱼货呢，这就是论值钱的鱼货的重要性了。好像这一次的捕鱼连香头都没有遇到哦，香头都跑哪里去了呀？往年的这个时候香头还挺多的呀。好吧，就这样子，这一个网立马也就是拉网了。鱼货一般般吧，不会特别的多，也没有特别的少。然后现在就是准备过去拉第3个网啊，依然还是小网。那些小破皮还放在火场里面啊，也是要给他们放一下气压，才能活着回去卖。好了，这一个网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。也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脑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也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，谢谢大家。